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 Land 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已经算是26年的第一支视频，就是来讲讲我们新的 VPS 拿到手以后做的10件事情。老玩家应该知道我们出过一期类似的节目。当然那个时候呢，就是操作呢会比较麻烦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连接上 SSH 以后，对机器性能进行调整，安全性进行保障，都是用一键脚本来为大家呈现的，所以就会更加方便啊，要比我们当年做这10件事情要方便，而且跟当年的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就最新的2026年开年来跟大家讲。那这10件事情你可以在任何的你刚拿到的 VPS， 不管是哪一家厂商，你都可以按相同的步骤进行操作。我们为什么要开新机器做这10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可以让这台机器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不被别人扫描到，然后你用的也很爽。所以今天的秘诀呢，就是执行这样的一行命令，做设置做呈现，都是自动化的，就是那种菜单式的。系统环境洗礼，更新系统 SSH 密钥登录 SSH 默认端口进行修改，我们开启 BBR3 群体内存啊，这个也对我们日常生产环境跑应用啊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稳定性一个设置 By2ban 啊，防暴力破解的，防火墙也可以设置时区 DNS 解析优化，切换 IPv4 优先。好，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拿我们老朋友徕卡云的 VPS 来给大家做演示。那他家有海外的，有国内的，海外的香港 CNR、韩国 ISP、日本 ISP啊，这些主流的热门的亚太地区。国内呢当然也会有很多 BGP 的线路，上海、广州、宁波这些，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有这个最新活动，然后秒杀活动。那我这边呢登录一下，连上它的后台，我自己的云服务器。这边我们就拿日本的 BGP 跟大家做演示，重装系统、Debian、乌班图等等这些主流的操作系统，或 Windows 它也是有的。它这边最新呢就是 Debian 13，这边勾选一下，点击确定。你可以再等个1到2分钟，它这块呢就变成了Debian 13。这块呢是它的公网 IPv4 的地址，然后开始菜单 CMD 拼我们刚才这个 IP， 看能不能拼通。这是我们的常规操作，时间是66毫秒。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Telemuse SSH 连接工具，你可以用你熟悉的 XShell、Band Shell 这些都可以。这边呢添加一个，把刚才的 IP 填进来，这样的默认22，这块填写 root。密码回到它后台，我们把密码复制一下，填写在这边。我们点击右下角，首次连接呢需要确认，连接上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一下科技 LAN 的脚本了。OK， 我们回到博客啊，看到这一行命令就足够了。右键进来，点击 Y， 你们任何的厂商其实都按这样的一套思路去走。小厂商它基本上都是会把 root 权限初始就开放给你的，没有 root 权限的就是那些大厂，甲骨文云、亚马逊云、微软、谷歌这些会这么搞，会麻烦一点，你要用密钥登录。然后我们就来到科技 LAN 的一个一键脚本这边了，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操作。我们先更新一下系统，清理一下系统，你可以选择2，然后先更新一下系统，它会把系统更新到最新。更新系统的目的呢，就是让你的系统没有漏洞，所以大家需要定期的去更新系统，以及软件包也会存在漏洞的风险，开发者们都会及时的去跟进。然后3是清理啊，这个日常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系统环境就已经达到最新了。我们弃用密码，因为我们刚才是用密码登录的，我们用这个密钥来进行登录，13里的24。那我们选择13、24，这边呢会有几个选项，大家是全新的话，可以用自己独立的这个生成一个密钥。如果你想很多小机都用一个密钥的话，那你就直接这边导入已有的。那我们先生成一个新的，好，这样的回车就已经生成好了，并且我们已经调整成密钥登录了，我们密码登录已经无效了。我们可以做个演示，那我这边再开一个，这时候呢就已经没办法用密码再进行登录了。我建议大家呢去把这个存一下，这就是我的 IP， 打开，用我们 VS Code 进行打开，把下头的这个完整复制一下，那这样就是我们的私钥。
我们去拿私钥去跟它的公钥进行配对，那我们就能登录到这一台云服务器，我们不再使用密码。那这块先复制，刚才我们是用密码登录的，我们把密码删掉，添加一个 key， 我们这边输入一个名称这样的，然后点击进来以后，我们把刚才的密钥输入进来，点保存，直接用密钥来登录了。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依然运行科技 LAN 的脚本。那我们选择这个修改 SSH 端口，我们这时候可以选择 K 了，我们不用再输入下载命令了，直接在终端输入 K 就可以了。13这边呢，我们选择6，我们默认是22啊。根据你的喜好，我们比方说5522，然后它就会去设置，它会去安装一些必要组件。如果你的系统比较完整的话，这一步就会自动跳过。那我们现在变成5522了，这时候你会发现登录不上了。那我们需要调整端口，调整成5522。这块呢，大家要注意，就是你调整这个端口以后，外面因为有些厂商呢，它是不是开放全部端口的？有些厂商的防火墙你需要去设置一下，有的叫防火墙，有的叫安全组。那徕卡云这边呢，防火墙默认是全部开放的，有些厂商呢是需要设置的。徕卡云这边叫安全组，然后它这边是没有任何规则的，后续可以去添加的。有的是小伙伴说我改成5522，我连不上了。厂商的安全组防火墙在后台没有设置好，并不是系统的问题。那这时候呢，我改成5522，点击，好了，我就可以登录了。这时候呢，我们进来再点 K13。我们看接下来要怎么操作。在下面呢，就是开启 BBR 我们现在采用的 BBR 呢，都是 BBR 3的。这个根据系统如果是你是打扁或者无斑图的话，就用这个16就可以了，好吧？如果你是红帽系的，你就不要用这个功能了，因为它不会让你进行安装的，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好，这边呢，它是在装最新的 BBR 内核，我们需要稍等片刻。这个对机器的配置也是有要求的，如果硬盘比较小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去这么搞。待会儿我会分享更简单的方式。那这时候呢，就已经装好了，我们选择 Y， 它已经帮我们调成 BBR 了，让它重启一下服务器。重启呢，一般会有个几分钟吧。好的，这样呢，我们又连上了有些小伙伴呢，就是说这个环节也有可能失联要看你的厂商的这个机器的一个情况，操作系统上多少有一些差异。依然选择13，依然选择16。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内核版本已经是 6.18.4 了，这时候已经默认帮大家开启了 BBR 3。如果你过了几个月想更新这个内核的话，你就选择1就行了。看一下1，查看一下系统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开启了 BBR 目前推荐大家去使用默认的这个队列算法，比那个 FQ PRE 这些可能更好一点，更现代化一点。那我在讲 BBR， 如果小伙伴就是装不成功的话，你先确保你当前是大便13，大便13其实它已经自带 BBR 3了，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开启的操作就可以。我们选择5。这个是大佬的脚本，选择11，其他你什么都不需要动。那这样呢，我们设置以后重启，然后我们选择99重启。这个只是调整 BBR 并不会对内核进行任何的操作。你关注你的内核版本，只要是 6.8 以上的这个版本，都可以去开启 BBR 3，它默认就已经集成在你的系统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回来了，然后选择1，再看一下。OK， 我们这边变成了 BBR FQ。下面呢就是 Swap 虚拟内存。对于 Linux 系统来讲 ，Swap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程序它在闲置的情况下，它会把部分的内存让出来，分配到 Swap 这个虚拟内存里。虚拟内存呢，它就是拿硬盘来换内存容量 ，SSD、NVMe 的固态换虚拟内存是非常划算的，性能也不会那么拉，最好去设置一下13，选择12。如果你是8个 G 的内存，可以分配4个 G 的虚拟内存；2个 G 的内存，那你就可以分配1024。像我们之前的那个 MyCircle
没有什么请求的话，它就会让到虚拟内存里，然后让更多前台的程序可以直接用上更高性能的内存，非常划算的。那我们再看第6项，第6项是我们的 Fight to Ban， 其实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把 SSH 的默认端口22已经改成552了啊，所以扫我们小鸡的扫描器也会大幅减少。毕竟我们还是用密钥登录，那就更加安全了。建议大家还是设置一下22，然后呢，我们选择1进行安装。这个安装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有了科技LAN的这一套操作啊，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这块可以看到已安装。然后我们选择2，看一下拦截记录。如果你是22端口，并且你是密码登录 Fight to Ban 必装的。再看一下3，现在是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就万无一失了。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防火墙这边，来跟大家演示一下。首先第一步呢，大家需要选择5，开启所有防火墙，因为这块呢有些系统它的防火墙逻辑跟我们所提到的不一样。现在说的防火墙是系统层面上的防火墙，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安全组其实是厂商的外部防火墙。理解为它有2道防火墙，一个是厂商的，一个是我们系统内的啊。这2个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你比方说我装了 Docker， 哎，我这个 Docker 死活打不开，那绝大部分的情况应该就是厂商那边没有开好。选择13，先选择5，我们先把系统的所有的这个防火墙全部清理干净，然后我们选择17，这时候我们选择一个关闭所有端口，好，它就会跟我们对应的一些配置，它会发现你552是 SSH 的这个端口，所以它就会让出来，要不然你 SSH 都连不上，那这样就会很安全了。然后如果你想开80、443，想开任何端口，你都可以开放指定端口，开放80端口，它就帮你把80的 TCP 和 UDP 全都开了。然后这边呢，为什么会不显示80？是因为系统默认 HTTP 就是80端口。我们装的其实 Docker 应用的话，它不受这个控制，只有你程序装在宿主机上啊，你才会起作用。所以有些小伙伴说啊，我明明这块设置关闭了某个端口，但是 Docker 那个项目还是能开，那个呢，那我们就在后续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一套呢我们都已经非常熟了。8时区啊，我们选择15，系统时区调整，默认的是 UTC 啊 ，UTC 比较万用，世界标准时间。东8区的少了8个小时，所以你这边呢，你当前小机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就选择什么。比方说这台机器是日本的，那你可以选择东京。我们选择3，就这么快就能设置好。然后如果你想设置到上海，你选择1；如果你想还原到 UTC， 那我们选择31，这边就 UTC 了。根据你自己需求，因为它这块呢会决定有很多程序会依赖这个时区啊。倒数第2个了，那我们的 DNS 深度优化，我们选择7。然后目前呢，这是厂商给我们提供的本机回环 DNS， 国外的，因为我们在日本嘛。Cloudflare， 8 Google 的，包括他们的 IPv6 的，都不喜欢的话，你可以选择3手动设置。那我们选择1傻瓜式刷新了，域名解析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其实我们每一个模块都会有 AI 的解释啊，说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对我们业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切换 IPv4 优先。如果你当前的机器有 IPv6 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去使用 IPv4 优先。因为 IPv6 在很多网站，就是包括你拉取 GitHub， 有的时候都会失败，绝大部分的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是在 IPv6 的兼容性卡住。那我们设置一下就会好很多。大家我们这边可以看到10.1，然后这样的就已经可以设置了。然后你想切回去，那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切回来了。以上全部做完以后，其实还有一些在视频里头单独跟大家细讲。卡那个我们的10件事情，其实还有几件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有的时候小伙伴呢是在国内的，然后你当前的这个系统镜像，它用的这个系统源是国外的，所以你拉取的时候会特别慢。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19，然后让它智能切换啊，你可以选择4，这也是非常方便的。日后的更新系统啊，如果你是国内的话，你会走华为的源，高危漏洞监测啊，我建议大家监测一下。
那如果你当前的版本已经是很高了，不会让你再去更新。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18这个我也建议大家去改一下啊，我们现在是一个乱的，这样帅气。然后它同时会改 host 这块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要保证你主机名和 host 是统一的。21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把我们的 host 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去设置的点啊，所以我才会拿到今天这一期来补充来讲一些小福利，让大家去其实是更好去理解你的 Linux 系统该如何去设置。这块28我们选一下。那这一块呢，你的可控性会更强，然后你可以按你自己的需求，如果你机器性能比较好的话，我果断就是进行一个高性能调优。我一般建站的话，我们选择3就够了。如果还有觉得哇，你讲了这么多，好麻烦感觉虽然你已经做成菜单了，那我们还有一个更溜的，就是66这样的一条龙系统调优，会把我们之前上述讲的大部分的功能全部用一个 Y 来进行搞定。它会做哪些事情呢？首先是系统更新和清理，就是虚拟内存，我们刚才也讲了，端口默认设置到552，然后我们暴力破解的 FI2ban 装上，我们开启所有端口，然后进行设置防火墙，然后 BBR 我们开启，设置时区设置到上海， DNS 我们设置国外就设置到111888，国内的话我们就用阿里的，就是 IPv4 先装一些比较常用的，让你用起来比较顺手的一些基础组件，以及我们最后会进行一个参数调优，直接选择 Y 一条龙去操作了。好了，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新拿到的 VPS 该如何去设置，让你的性能最大化，稳定性最大化，安全性最大化，用到期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如果你对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一键三连订阅科技 Line 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